水总你好，大哥你好，欢迎来到湘西。谢谢。看我视频有多久了？都2年了。2年了，看到本人自从你感觉建那个河边那个就开始一直关注，到你老家建房，一直关注到现在，是吧？看到视频我都想要飞了，感觉这想过的是神仙的日子，是吧？是你们都过的神仙的日子啊！我们在城市生活的车贷房贷把我们差点逼疯了，是吧？在城里面肯定生活条件更好，但是呢，那边可能生活压力更大。好大。但是农村里面呢，可能条件就差一些，但是环境也比较好。不错，这个环境你认为怎么样？我想填下来。我觉得还是不错吧？你觉得？40万，还有网友们、粉丝们给点意见。40万左右的价格，大家觉得贵不贵啊？40万能不能传下来？这套房，这套房风景环境都是1楼的。对，那我们就找个时间和房东谈一下看。OK， 好，行，再看看啊。好 ，OK。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我们带广东的一个姓陈的大哥来看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现在我们已经进入这栋房子的院子了。之前啊是带了杭州的一个大哥来看的，但是呢，当天我们谈的时候啊，这户主人家这栋房子还没决定转让，现在呢还是有点模糊不清哦。他又想转让，又想自己留下来，在这边做一个农家乐，想法挺多的。今天呢，大哥好像是没有在家，但是他的老母亲在家，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栋房子究竟怎么样。应该差不多时隔了大半年左右吧，再次来到这边，感觉啊变化不大。整个院子呢，占地面积将近有1300个平方左右，旁边呢都是他们家的菜地。整个这个院坝呢有300-400个平方，大哥他们呢是自己开车过来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这边呢是留了一处厢房，这边呢是加建了一间，也是砖结构的房屋。整个这栋房子呢有4个房间，一个客厅，加上2个厢房，背后呢还有单独的卫生间，还有厨房，很宽的房子呢，基本上是可以拎包入住。而且这栋房子的门前啊是有一座真的石头山，这是自然形成的一个石头山，以前他们家建房子的时候啊就保留了下来。看这边还有一株自然生长的应该是栾木，其实修剪的造型还挺不错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家的整个院子的一些视野吧。过来呢是他们家的鱼池，在那边呢做了一些小台子，上面呢种了一些花花草草。这边呢还有棵樟树，这是桂花树，准备在那边呢搭建一个凉亭。来看一下门前的视野，特别的开阔，底下呢就是清水江，整个清水江呢流入了幽水河，最后流入了洞庭湖。可以看到整个江里面蜿蜒曲折，里面水是碧绿的，环境是格外好。这边的海拔将近有600多左右，距离镇上呢有3公里，距离城里面有15公里左右。整个小院啊给人的感觉特别的舒服。这处鱼池呢可能长时间没有放水，里面的水呢是发绿了。实际上在山里面啊不用担心水的，你看这个山泉水呢是每天这样子流着，用个盆子这样子接，水质呢是非常好的。那个就是你的就是搞那个葱啊，葱哦，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棵比较值钱的树种，金蛋子，上面已经结了很多果子，大概在秋天的时候啊，这个果子会变成红颜色，挺好看的。当然这个果子是不能吃的，是作为美观吧。房东呢在这边还养了一些野生的蜜蜂，这是蜂箱。这里呢还有一棵杨梅树，
在底下呢是他们家的菜地，大概整个菜地面积呢将近有1亩5左右吧，还是挺宽的。独门独院的房子，地理环境特别的好。这栋房子呢，几乎是被大山给包围着，看就形似一个手掌一样的，整栋房子呢就建在手掌心里面。这边距离邻居啊，将近有400-500米左右，都是没有人家的，独门独院进来。那现在呢，我们走进这栋房子去看一下。这栋房子建了将近有差不多16-17年左右，房子的进深呢将近有6米，纯实木结构的房子。我们这边房子啊都有个门槛，还挺高吧？对，这个地面呢都贴了瓷砖，感觉挺干净的。但是我们踩过来，会不会弄脏别人的？先从这边来看，这是一个卧室，卧室里面呢也是贴了地板砖，还做了衣柜，上面呢也是做了吊顶。这个房间呢也差不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间里面呢基本上是相同的一个设计，做了墙壁柜，上面做了吊顶，还有床，地面呢也是贴了砖。房子的背后呢，就是他们家的厨房了。这墙上啊，有很多照片，都是一家人的合影。看这边的灶房呢是很宽的，整个这后面呢，少说都有100来个平方左右。这边呢是他们家的一个猪圈，我们就不进去看了，也有旱厕在这里面。里面将近都有40-50个平方左右。这边整个一间呢，上面是用台梁把它架起来了，所以整个房间呢是看不到立柱，很宽。这边有一个农村的灶台，烧的是柴火灶，打理的是干干净净。这边呢有些锅碗瓢盆啊、油盐酱醋之类的。这里呢还有一处小偏房，现在他的母亲呢是住在这边的。我们就不进去看了。再过来呢，是他们家的一个，应该是养鸡养鸭的地方吧？养鹅，对。这边还有那个村里面应该是统一给他们修建的一个浴室，在这边。这块地还挺宽，平时养鸡、养鸭、养鹅都在这边，全部用围栏给围起来。再过去呢，就是一片竹林了。其实这栋房子的水资源是特别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背后呢也是有水源的，这管子呢现在是留在这边，房子呢是背靠着大山，实际上面朝着呢应该是大河的方向，根本上不用担心这边有泥石流发生的现象。所以说这栋房子整体的结构我觉得很不错。这边呢应该是以前他们家养羊的地方，现在呢估计不养了，所以就保持这个样子。底下的竹林呢都是苦竹，一大片都是的。其实从这边走出去也可以到院坝的。整个院子呢有一座大门，进来之后啊，全部都是他们家的院坝和菜地了。看这边养的蜜蜂啊，全部都在蜂箱门口的位置。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些蜜蜂它是不会蛰人的，只要不碰到它就没事了。每年像这样的蜂箱啊，大概会有10多斤蜜。这处天然的石头山，我觉得给整个小院点缀的很不错。大家好，网友们大家好。大哥
跑了多少公里跑了1100公里， ？1100公里，自己开车，对广东来的，开车挺远的，不容易。这套房子怎么样？感觉？这套房子真的像神仙过的日子，如果这么团下来，这套房子非常不错。好好谈一下看。我就是石头的粉丝，关注他几年了，看他的了，房子、他的视频都非常之好。谢我很欣谢谢谢谢赏谢谢谢谢。尤其是他这样的河边的房子，还有老家的房子啊，建设的非常之美丽。等我们家房子搞好的时候，过来住一段时间。一定，好，什欢迎你么时。候能搞好？大概反正这个年底吧，没问题了。我周围看看，可以可以，能不能开农家乐啊？肯定可以开啊。本来他们家就想在这边开一个农家乐的，所以这栋房子他一直都没有决定要把它卖不卖啊，所以他又想卖又想租，就这样子。这栋房子啊，目前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就像刚才我和大哥说的，实际上主人家他一直是有点模糊不清。之前呢，我也带过好几个大哥来过这边看房子，并且呢，我们是面谈了一个价格，但是呢，他一直没有放口下来，准备卖掉。那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边，但是很可惜啊，房东大哥呢是没有在家。实际上，如果是买断的话，估计他还是有点觉得太可惜了吧。但是如果在这边租的话，完全是没有问题的。那朋友们，我就想问你们，像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栋房子，拎包入住，让你来这边住个几年，在这边过农村的生活，你会习惯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我是石头，那这期的视频呢，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闲着没什么事，又跑到山里面来了。有些热心的观众啊，在我的视频里面留言，他们说啊，现在大城市里面的生活、工作、车贷、房贷压力太大了，不想在大城市里面生活了，想通过我在农村里面找一套闲置房或者一个闲置的庄园、农庄之类的，进行改造，然后呢养老。自己在农村里面做点事情，那确实啊，可能如大家所说吧，大城市里面的生活确实很卷，压力很大。但是农村里面实际上压力也不小的。之前我拍过很多期视频，有些废弃的庄园、农庄，还有一些做农业各方面的都很多，养殖的。很多场地啊都闲置出来，都废弃了。在农村里面，如果啊一不小心去投资做这些的话，真的也可能亏的是血本无归。大家还记得吧？曾经有一个在山顶上的民宿啊，亏了100-200万，都是很常见的。那今天我所来到的这个地方呢，也是我朋友的一处农庄。以前刚开业的时候，生意挺好的，但是呢，后面碰上了疫情，还有各方面的原因，整个农庄呢，现在也是处于一个废弃的状态，真的是物是人非了。那现在就转个镜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样的一处地方，究竟还值不值得再去投资，继续给它经营起来。我的车呢是从马路那边开过来的，这边距离主路将近有200米左右，因为这边是没有硬化，铺的是沙石，所以路面呢是长满了杂草。这处农庄呢是比较简易的，以前建的有一排房子，有厨房，还有一些房间，基本上是供本地人在这边消费娱乐，
吃喝的一个地方。这外面呢有很多钢棚架，做成一些小包间。以前这里面呢吃饭的人还比较多。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每个包间呢将近有30多个平方左右，可以放下2到3桌客人。这处农庄的下面啊是有一处鱼塘的，就在那边。待会儿呢我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可以停车，大概能停个20多辆车吧，还挺宽的。地理位置呢也比较平，靠近乡镇有3公里，距离县城啊将近有20公里左右。整个农庄呢，主要就是这排房子，还有呢就是农庄的旁边呢有几十亩的防桃园，平时呢供一些本地的朋友过来采摘，然后呢还可以在这边煮饭吃，带上孩子啊各方面的，有些小型的娱乐活动，还可以到农庄外面呢那处鱼塘钓鱼。房子已经闲置了差不多有5、6年左右了吧，上面盖的呢也是彩钢瓦，房子是非常简易的。现在是可以透过窗户啊看一下，这边是以前的厨房，里面有些灶台，外面是放了一些桌椅板凳。透过窗户我们看一下，这处灶台啊里面也是乱七八糟的了。这里面还有2个卫生间的。看，这边现在堆放的是一些烟叶了，估计农庄不做了之后，可能是本地的一些老乡呢，把它给利用起来了。这排房子啊，将近有7间左右。其实这边的门是没有关的，给大家看一下。以前这边就是工人吃饭的地方，你看还有一些摇椅呢。房子很简陋，但是刚开业的时候生意倒是挺不错的。因为城市里面的人啊，大部分他就是说，在农村啊有这么一处地方，闲暇之余呢，带着小孩一起过来，做一些亲子活动啊，钓钓鱼啊，做些娱乐的，对不对？你看以前的餐桌呢都不见了，但是上面的那块餐桌的玻璃还在那里。其实每个房间啊都将近宽有4到50个平方左右。这应该是那种移动的板房吧。这处地方确实有点可惜了。看，这里还有办公桌。以前这边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户外的厨房。这边通水通电，挺方便的。现在房子的周边啊都种了一些烟叶。整个院子倒是挺宽的，将近有100多平了。如果整个农庄的占地面积啊，大概有30多亩吧，加上桃园，有一处鱼塘。基本上这边的土地呢，都是和村里面的老乡流转下来的，流转的时间是40年。门口呢种了一些桂花树，视野也是挺开阔的。
其实那底下呢还有一处大一点的鱼塘。好多人说自己的运气不好，确实如此。就像我朋友的这处农庄呢，刚开业的时候确实挺不错的，但是后面碰上了疫情之后啊，一下子就没什么生意了。后面慢慢的，好多设备呢就搬走了，也不想再经营再做下去了。确实这几年啊，消费能力是越来越低，好多人有钱的不愿意拿出来花了，想花钱的呢又没有钱，很现实的一个情况。之前不是有很多朋友问我吗，在湘西这边有没有一些闲置的农庄或者一些养殖场，想给他租下来养点牛羊，然后种点果树，自己呢一年辛苦点也能养得活自己。像这样的一处地方呢，确实可能和大部分的一些网友啊想法差不多，应该是比较适合的一处地方。如果现在把它盘下来的话，旁边的土地还有那么多年的经营权，把它继续给利用起来，我觉得倒是很不错的一个方案吧。当然，如果想继续再去做农庄的话，一定要想好怎么去经营，对不对啊？要不然，看着这排房子把它投资下来，实际上整个费用也不少的。还好这边是通了公路啊，直接把两边的杂草砍干净，然后呢，路面做一个清理或者做一个硬化，车子开进来都是非常方便的。距离高速公路的路口也很近，将近也就4公里左右吧。这里距离花园县的机场将近也就6公里，很便利的。距离吉首市呢，差不多有60多公里。吉首市那边呢就有高铁。这个位置啊都可以停车的。实际上整个农庄还是很宽的，这里有条路可以走到鱼塘边，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得通啊。之前我还来过这边钓鱼呢，那底下呢也是有处鱼塘。其实在农村里面创业，如果是方案做的比较好，一年也可以赚上不少的，但实际呢碰到的问题也是挺多的。就像今天我们所到的这处农庄啊，首先你要考虑它的客源，还有要考虑它的成本，对不对啊？我的朋友说啊，如果想把这边租下来的话，一年呢也就大概7、8千这样的一个价格吧。然后呢，像和老百姓流转的土地呢，自己去付租金就可以了。这边我是发现啊，杂草太深了，而且很多露水，我就不准备走到鱼塘边上给大家看了。那底下呢就是一处鱼塘，待会儿呢我们航拍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在门口的位置是有一条小水沟的，就在这个位置，现在还是流着水，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啊，看到吧？其实山里面的水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对于这样的一处废弃农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那这期的视频啊，我就为大家拍到这里吧。我是石头，如果喜欢的话，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这2年比较忙，都没有去西藏了。我记得每年去西藏要经过垭口的时候，就感觉像这个样子的。当然，
景色是不能比啊。但是我们这个位置呢，也类似于一个垭口。但是我们湘西这边有个很奇怪的现象，这样的地方好多都喜欢种上一棵樟树，而且树龄都很长了，一般都是200-300年。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垭口啊，也是有一棵樟树的，枝繁叶茂的。刚刚从这边路过的时候，发现有一栋独门独院的小洋楼。进村拍房子之后，因为我的视频嘛，都是进到村里面去找一些闲置的老房，和村里面交谈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在村口的位置就有一栋闲置房，主人家花了30来万建了房子之后，基本上没住2-3年就不想在这边住了。究竟什么原因呢？我把车开过来了，现在呢，从这边有条小路走过去，我们一起看一下。从这里面啊，有个村子的，是一处苗寨，建在半山腰之上，闲置的房子还挺多的，都是木房居多，砖房比较少。这户人家呢是不通公路的，我们要从这边走过去。这个季节啊，也是湘西这边油菜花开的季节，到处弥漫着油菜花的香味，蜜蜂啊忙个不停。所以在农村里面，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养一些野生的蜜蜂，到了8、9月份就可以采蜜了。这边是一块土啊，他们家要回家的话，还需要从土里面过。这里有条小路，可走得过去。这边距离进村的道路目视一下有50-60米左右吧。这是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这边距离村里面最少有500米左右，所以它的周边500米都没有人家的。晚上住在这边非常的安静。前几年主人家想把房子卖给村里面的人，但是好多人啊都不买，不知道什么原因，而且是卖的很便宜的那种。实际上这栋房子地理位置也挺不错，只是说这边不通公路而已。喝的是山泉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就有一处井眼，当地的老乡用管子把这些水接回去用，喝山泉水甘甜甘甜的，比较好喝。这个季节山里面长了很多野菜了，过一段时间开始长蘑菇了。这栋房子建了10来年左右了吧，在10多年前建这样一栋房子，20-30万，价格还是不低的。这栋房子据说是通水通电，网络不知道通不通了。房子的背后有座铁塔，背靠大山，当然也是面朝大山。对面就是进村的道路，底下有些土，不知道种不种田啊。这边估计水源不是那么方便。进村的小路之上，他们家种了很多桂花树。这条小路啊，不是水泥硬化的，是用山上的石块铺的路，打扫一下比较干净，大概宽1.5米左右，摩托车还是可以开进来的。门口的位置有太阳能的电线杆，在他们家的旁边也有一棵泉眼了。这边用砖砌了一口井，常年水不干，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边用了这么大的一根管子，
接水回去了之后，这边流出来还有这么多的水。这些水啊，都是从山洞里面流出来的，水质很清澈。你们发现吗？像这样的山里面啊，只要有水的地方，就会有那种小虾米。它到底怎么来的呢？真的百思不得其解。在门口的位置还种了几棵桃树，已经开花，马上估计也会结果了。院坝有座土坎，大概高4米多左右，没有护栏，还是挺危险的。院坝已经做了水泥硬化，大概有60个平方左右吧。房子基本上是靠着这些石头而建，刚好有个地基的位置。这边啊，最多也只能住下一户人家。房子基本上没有过多的装修。刚才村里面的人说了，住了大概有1、2年，做了一个简单的装修，墙壁已经粉刷了，地面做了硬化，基本上是没有家具的，因为不在这边生活嘛。基本上是建了房子之后就不想来这边住，想要卖掉，村里面又没人买，大门紧闭，是无法进去的。整栋房子的基础还是非常好的，形状也不错。这些瓷砖呢，看得出都是10多年前的一种风格。现在建房子基本上贴的不是这样的瓷砖了。这边的窗户只是安了防盗窗，玻璃没有装的。到冬天的时候住在这边还是比较冷。旁边菜地很多，想种菜、种果树、养鸡都有很宽的地方，背后都是一些土。门口这边专门是安了电线杆，就是为了他们家用电的。这栋房子是建在村口的位置，所以一入村啊就可以看到这栋房子了，视野还是挺不错的。如果这边没有这座山头的话，一眼看个几百米，那估计环境更好。我现在就想不通了，这样一栋好好的房子，干嘛想卖掉呢？而且是基本上算是新房子吧，虽然建了有10多年了，没有住嘛，就算新房子。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太偏僻了吗？那如果真的这么偏僻，当年干嘛又花这么多钱在这边建造这样一栋房子呢？真的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边的太阳能电线杆到了晚上会自动的亮灯。邻居家说，旁边的很多土都是他们家的，是不是当年在这边建房子，为了方便种这些田土呢？这也说不清楚。这边的水资源真的很丰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石头山，还是挺有特点的。这边自然形成了一道裂缝，很齐整，就像刀削一样的。我们湘西这边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溶洞非常多，
像这个村子里面都有好几处溶洞，很深。有一处溶洞，他们说可以走10来公里左右。以前啊，我比较喜欢探洞，但是现在没有办了，基本上不拍那类型的视频了。在这里，石头也想问大家，就像这样的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如果卖个7、8万块钱，有人愿意把它买下来，在这边隐居养老吗？首先说明啊，可能我是不会买的，实在太偏僻了，晚上住在这边太安静了，没有个伴，没人说话。看这些油菜花开的多艳，好多蜜蜂啊！这边的水流真的很大，都听得见响声。好了，朋友们，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说说你的一些想法吧，我们在评论区里面一起来讨论一下。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我们来到了大山里面，本来年前的时候就应该过来了，答应了我的一个朋友要来他这个地方看一看，但是去年年前我们都知道下了3场雪，雪还挺厚的，这边的海拔差不多有800多米，来不了，只有年后再来。没想到年后又比较忙，一直拖到现在。这边的油菜花刚好也开了，挺美的。那为什么我答应朋友要来他这里看一看呢？因为我这位朋友啊，在山顶建了一处民宿，前后后花了200多万，现在处在一个闲置的状态，也不经营了，房子依然还在这边，但是做不下去，究竟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边的毛坯路已经修好了，但是没有硬化，我的车就停在上方。朋友说本想在这里修个停车场的，但是如今感觉做不下去了，所以也不想再投资了。这边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风景还是非常美的。这里铺了一条石板路，我们走过去看一看吧。这一片油菜花开了，很多蜜蜂，到处都弥漫着油菜花的香味。这上面也有一处农庄，是他们村里面的另外一户人家，他的房子在下方。这边的环境啊是非常好的，从这里可以看到矮寨大桥。今天天气也格外好，蓝天白云。实际上有的时候啊，我们在矮寨大桥上面开车都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了。这些房子啊都建了好几年了，如今都处在一个闲置的状态。他说好像是有5栋小房子吧。我们走到前面来看一下，现在是进不去的啊。我的朋友人在秀山那边，因为我答应过他这边来看一下，所以呢他人不在家，告诉我地址，我自己过来就可以了。这边有条小路可走下去，这底下就是悬崖峭壁了。这些房子都是建在峭壁之上，没有地基的，用钢架结构搭建的房子。
一开始修好的时候，还是有些游客过来的，但时间久又碰上了前几年的疫情，所以一下子就变成了这样子，显得很荒凉。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小房子怎么样吧。哇，很壮观。今天的云也格外的美呀。看，那对面就是矮寨大桥，很雄伟吧？底下是德夯苗寨，这处位置挺高的。这里是一片悬崖，实际上也不是那么陡峭。这排民宿都是朝着矮寨大桥的方向。房子已经建了几年，里面是有隔热层的，外面是用木板做了一个包边。房间没有多大，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一个卫生间，这边是一个卧室，房门应该是打不开，上了锁的。外面有个小阳台，平时可以搬一个桌椅板凳，坐在这边喝喝茶。我在想啊，像这样的房子，在这边住一晚要多少钱啊？看，有一个大概1.5米的床，床头两边都有排插的线。这里就是一大扇的玻璃，是一个山景房。哎，朋友们，你们发现了没有？在那山顶上，似乎还住着人，上面有油菜花开的那些地呢。这底下还有个村庄呢。大山里面生活啊，挺不容易。我的朋友投资了200多万在这边建了民宿，没想到没经营多久就变成如今的这副模样，真的印证了那句话：回到农村里面来创业，需要谨慎。每栋小房子都有一个小院，挺不错的。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可以把它做成长时间旅游度假的一个地方，比如说，长时间把它租下一栋，在这边偶尔来住个1-2个月，还是不错的。因为我的朋友说，现在也不想再投资，也不想再来经营了。他说已经亏了很多钱，如果再做下去的话，需要再加一些设备，那这笔投资又是很大的。投资了之后，能不能赚得回来，还是一个未知数。他真的是怕了，在广东那边打工很多年，赚了这么一笔钱，没想到回来几年，全部花光了。这边啊，也是一个床，当然现在还铺着被子的。偶尔呢，可能他还是回来住那么1-2夜。他说啊，这边有水有电有网络，挺方便的。开门见山啊，地势非常的高。我觉得夏天来这边肯定很凉快，海拔差不多800米左右，总体感觉比矮寨大桥的位置还高一些。我们再从这边走上去看一下。
这边距离县城有40多公里，距离镇上大概只有5公里，交通是挺便利的，小轿车都是可以开进的。但是一路过来的道路弯弯曲曲的，路面大概有6米宽左右。它这些房子啊，基本上没有地基，都是搭建在崖壁之上而建的房子。每栋小房子都装的有空调，用镀锌管做了基础，基本上属于钢结构的房子了吧。房子的背后有一片石头，基本上对于周边的环境没有一个破坏。因地制宜建了这么好几栋房子，基本上造型都差不多。确实挺可惜啊，也不知道给他提个什么建议吧，能把这个位置给利用起来，要不然这样子放着一段时间之后啊，可能这些房子慢慢的都会老化。看整个地板里面很脏，都没人打扫了。那边有卫生间，有个马桶，里面应该还是有个淋浴的。每一栋的视野都非常的好。这栋的阳台好像小了一些。那边他说修有一个小超市，总共房子有5栋还是6栋。这些石头倒是挺好看的，如果在这边多种点花花草草，有些游乐小孩子玩耍的地方，估计能不能把这里盘活起来啊？我觉得人来这边的话，还是要有个场地娱乐的，要不然单纯的看风景，时间久啊，它也会有个视觉疲倦吧。这上面就是一个超市了，这边也过不去了，所以说我们就大概走到这边位置吧。可以看得出他还是花了很多心血。以前这个位置啊，连道路都没有通，所有的材料都是靠着人工搬过来的。这些基础啊，都是用8×8的镀锌管来做。不知道山里面有没有蛇啊？像这些石头缝里面，有的时候蛇是挺多的。当然，住了人啊，只要有蛇，它也怕，它也会走。上面那一家好像偶尔还在经营，周末的时候会有少量的人过来游玩。但是我朋友这边完全是一个闲置的状态了。哇，今天的天气还是挺热的。去年我们谈的时候，我朋友说，如果这个地方不要我1分钱的租金，什么都不要，只要我把这里经营起来，应该就是买一些设备，把它管理起来，在外面修一个停车的地方，所赚的这一部分呢，我们一起来分。你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方案究竟怎么样？朋友们，你们觉得就像这样的一个地方，距离吉首市里面有差不多50公里左右，那这样的一处环境，有没有人过来
度假或者来这边小住1、2夜呢，真的需要好好的考虑。这笔投资下去的话，我算了一下，有5栋房子，一个超市，相当于一个餐厅一样的，总共投资大概最少也要10多万左右吧。能不能赚得回来？主要是有没有游客能来到这边休闲娱乐消费。好了，这期的视频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吧。再想一想，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你们也可以私底下和我聊一聊，怎么样？这期视频就为大家拍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好久时间没来看河边的这栋房子了。去年我们改造好了之后啊，有位福建的大哥在这边住的。那这段时间呢，福建的大哥要回去了，所以房子呢又空下来了。现在呢，我过来看一看，究竟这栋房子啊，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那大家都清楚啊，我们这栋房子去年是花了4个月的时间进行改造，总共啊花费了好几十万。实际上河边的房子环境挺不错，大家也说了，这栋房子可能唯一欠缺的就是这边啊不通公路。那走到这个门口的时候，大家可能又会记起这栋房子了吧？来，打开门，带你们去看一看。因为现在这栋房子啊都是没人住的，所以我们大门都是锁上的。之前放的一些路灯，也不知道现在晚上还亮着吧？这是太阳能灯啊，感觉好像变化不大。其实虽然不在这边住，但是不定期的我们还是来这边打扫卫生。之前啊，我是叫了几个师傅，把这边的草坪呢全部除掉了，然后重新铺上一些石子，还加上一些石板，这个样子呢，好像感觉也挺不错的。整个院子大家看一下，是背靠着大山啊，面朝着清水江的江面，风景还是挺不错的。有机会呢，也欢迎大家来到这边钓钓鱼啊，来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乡村生活。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朋友们，这些绵竹都是这个时间段才开始长笋子的。去年我们改造房子的时候，大概也是这个时间段长的笋子。那究竟什么原因呢？大家知道吗？去年在改造这栋房子的时候啊，我还经常到江里面钓鱼，就在这个位置啊，时不时的还钓的挺多的。但房子改造好了之后啊，基本上一次过来钓鱼的时间都没有了，因为实在太忙了。去年呢，家里的房子也在装修，今年呢，我们又继续在清水江边改造一栋房子，所以啊，一直很少有机会来到这边。底下这处呢是我们的一个钓台，平时也是休闲娱乐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用的也是比较多，打了一把伞，这把伞呢平时都是这样子撑开的。这里是做了一个台阶走下去，更靠近江面。这边啊还有一些钓具，给大家也看一下，用一块这样的篷布给盖起来了。
还有高尔夫的球杆。那边呢，我们用木质结构也搭建了一个简易的钓台。在那旁边呢，我们还租了一块地，将近有8分地左右，里面呢种的有些豆角啊、辣椒啊、红薯啊，还有些小白菜之类的。这底下是平时我每次过来必不可少所要走到的一个地方，每次来呀，都会在这边甩上2竿，钓2条鱼。在这底下呢，我们还留了一个水龙头，方便洗手。其实改造这栋房子啊，还是花费了我们很多心血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改造的天气呢，比现在可能温度没那么高，要早一点点。现在呢，温度很高啊。这个楼梯我们整整花了好久的时间才做好。以前整个院坝是没有多宽的，整个这边我们都是用镀锌管搭建出来的。那现在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栋房子啊。之前呢是福建的一个大哥住在这边，他现在呢因为要回去陪孩子读书，所以房子呢又空出来了。那可能很多朋友这回就会问了，那接下来这栋房子怎么去处理呢？我想说啊，如果视频前的一些朋友，你有缘刷的这个视频，你也想过来的话，你可以通过留言问我，这栋房子呢大概会长期的租吧，一次性租个20年啊，大概17、8年左右嘛。因为这栋房子我们是租了20年的时间，现在还有将近18年的时间，所以呢，房子还有那么久的一个使用权，我平时呢也很少能有时间过来打理，所以如果有兴趣啊，又比较爱护这些环境啊，还有爱护这些家具的朋友，一次性的可以租个18年左右，这也是可以的。看，基本上我们改造这栋房子啊，都是保持了木房子原有的一些立柱啊、窗框啊，能保留就保留。整个墙面呢都是刷上了白墙，房间里面是显得很干净的。这个是客厅里面的沙发，现在我们是用布全部盖起来了，防止一些飞尘掉落在沙发之上。这个是客厅的顶，还比较高，显得呢一点都不压抑，都是实木结构的。客厅里面我们是装了一台立式的空调，整栋房子呢有4台空调，还有茶室那边呢也有1台空调。厨房里面我们是不装空调的。现在厨房门呢我是没有拿到钥匙，所以无法进去，包括这个门啊我也没拿到钥匙。这是一间主卧，主卧呢有一个大床，里面呢有个独立的卫生间，也是单独的是装了空调的。这边就是厨房了，现在是打不开啊，厨房里面也挺宽的，背后呢有个公用的卫生间。这栋房子呢是有3个卫生间，1个客厅就是堂屋，还有3个卧室，还有个茶室，基本上一家人在这边生活是完全没什么问题的。整个院坝呢将近有80到90个平方左右，非常的靠近河边，独门独院，这边距离邻居呢将近有200来米左右。当然这栋房子是不通公路啊，要走路进来。这里是一个小房间，这个房间呢是平时带一些小孩啊，让小孩在这边住的。房间大概有10多个平方左右吧，有个床，简单的一些家具。还记得这些美人蕉啊，是去年我们在做工来的路上，在路边挖的。
种在鱼池的旁边，没想到时隔1年，长得这么高，长得这么好。前段时间应该是刚刚才开个花。这边是我们的鱼池，长时间没人在这边住啊，没有打理，所以这个水呢是显得很脏。这个位置也留了一个水龙头，方便洗手的。底下呢是修了一条小路，穿过竹林，那边是做了一道不锈钢门，然后通往菜地的。菜地就在旁边。这条小河道呢，平时在这里钓鱼还挺不错的。那现在我们走进茶室，给大家看一下。这间茶室呢，也是平时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之一。大家还记得吧？以前这间茶室呢，整个主体呢是快要倒塌的一个状态。后面呢，我们通过一个装修改造，把整个外面呢全部是装上了玻璃，感觉非常的实用。平时有客人过来，有朋友过来，我们就坐在这边喝喝茶，聊聊天。看，有的时候呢，一边泡着茶，一边看看江面的风景，真的挺不错的。偶尔呢，天气好，还可以到江里面去钓鱼。那这个茶桌呢，是买那种比较现代化一点的，不是那种实木的啊，感觉挺实用。它首先呢，我们在洗杯子啊过程当中，它不会就是说像那种实木的可能会泡烂的，这个是类似于瓷砖结构的大理石的吧，还比较耐用。这边呢有一台立式的空调，这边是一个柜子，平时摆放一些茶具啊，包括这里面呢，我们是放了一些茶叶啊、小零食啊，还有些酒，平时在这边喝点酒。这个柜子也挺实用的，看，基本上啥东西都有。还有这背后呢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呢也是装了一台单独的空调，而且这个房间呢，大家看起来是挺小的，实际上我们是留了个窗户。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单独的卫生间，做了一个干湿分离，在里面洗澡，外面呢有马桶，这边呢有个洗脸盆，都是考虑的是非常到位的。我感觉住进这栋房子啊，就像住在宾馆里面的那种感觉。反正本来我们当时改造这栋房子呢，想的就是为了一切就是生活起居呢更方便一些。其实这栋房子它的夜景也是非常漂亮的，因为我们在外面呢也是留了灯。那待会儿呢我就航拍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这栋房子周边的一些环境。朋友们，那如果这栋房子一次性租你们1室8年，你们觉得这个租金到底多少比较合适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下雨，我们依然是停工的，所以来山里面捡蘑菇了。刚刚路过这里的时候啊，发现了一栋房子，挺怪异的，带你们过去看一下。刚刚和这边捡蘑菇的本地村民呢聊了会儿天，他们说这栋房子闲置有10多年了，没人居住，房子想要卖掉，
他说只要你愿意出价格，主人家就会把这栋房子卖掉。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栋房子呢？一起来看一下。看这马路上都停满了车，都是来山里面捡蘑菇的。这边还堵车了。这里有一条路下去啊，都是捡蘑菇的车。估计这山上到处都是人。其实只要到了这个季节啊，下了点雨，我们山里面到处都长蘑菇。在这边我们是发现了一栋房子，带大家过去看一下。这是一栋2层半的砖房，墓室已经闲置很多年了。那究竟是谁在这边建了一栋房子，又不在这边住呢？从这里过去可以进入房子的院坝。罗君子在这里嘞，到这里，要不然你更晚了。哦，这边也是大山里面了，距离县城有15公里，距离乡镇集市有5公里。这是进村的马路，宽4米左右。这栋房子就建在路边。刚刚是问了捡蘑菇的人，他们说这栋房子已经闲置了很多年了，房子想卖掉，但是呢，本地人一直没有人愿意来到这边买房子。其实房子的结构倒是挺好的，但是这边的大门感觉是修的说不出的那种感觉，怪怪的。可能是大门修的太小了吧，或者大门上面没有盖一点点瓦片之类的，显得很单调。下雨天的话，雨水可能会渗透进入房子里面。哦，那边是留了玻璃，也不会渗透进去，但是总感觉这大门是挺怪怪的。房子的旁边还有一小块空地，可以建厢房、起灶台之类的都是可以。这边就是进村的马路，相当于这栋房子是建在村口的位置。周边是好几百米，大概500-600米，没有人家，独门独院的房子。住在这边晚上倒是很安静，但是我觉得胆子小，可能也怕住在这边。看上面的玻璃窗户，好多都是烂掉了。大门是没有上锁的，可以进去，但是我们没经过主人家的同意，还是不进去了。就在外面给大家拍一个房子大概的情况。其实今天我们也是来捡蘑菇的，只是来的比较晚。他们说这片山呢，别人都捡的差不多了，所以说我们就不打算进去，换个山头再去捡蘑菇。从这边上去看一下这栋房子吧，我们就透过窗户来看。其实房子的视野倒是挺不错的，但是我发现一个情况，底下是有一座新坟，估计没多久。那没有点胆子，晚上在这边，我觉得可能还是不敢住。这些捡蘑菇的人也说了，房子卖得很便宜，究竟有多便宜呢？大家来猜一猜。院坝几乎是没有，这边就是马路了，大概该沿宽的话也只2米左右吧。没有护栏，
这些瓷砖现在基本上市场是见不到，也可以发现这栋房子应该是建了很多年，少说都是20-30年了。哎呦，很破旧。这是纱窗，有床，有张桌子，基本上没啥东西了。我感觉是挺阴森恐怖的。要是晚上可能我一个人不敢进去，白天的话倒是没问题。这栋房子的进深是6.5米，2层半的砖房子，通电，不知道有没有水。其实山里面是不缺水的。房子是紧挨着马路，背靠着大山。其实周边的一些灌木还有小树已经长到了房子的边上，这边的墙面全部都爬满了一些藤类植物，包括他们家的后面是有偏房的，现在已经全部被这些杂草呢还有树丛覆盖住了。其实在农村里面建房子，很多人修围墙还是有道理的。如果像这栋房子把围墙修好了，这些藤类植物还有灌木丛不至于长到房子里面，对不对？真的是太偏僻了。房子的外面就是一大片的地，这边种的都是玉米，因为地势比较高，没有稻田。这边的一些灌木丛啊，也长到了房子的围墙边，显得格外的破败吧。我觉得这栋房子给人的感觉可能就是历经沧桑的那种。如果不紧靠着马路边，再往里面建点，那可能稍不注意都不会发现这栋房子。这是一首简单的歌，没有什么独特，试着带入我的心事，它那么幼稚，像个顽皮的孩子，多么可笑的心事，只剩我还在坚持。谁能看透我的眼睛，让我能够不再失明？我要记住你的样子，像雨记住谁的拥抱。朋友们啊，在房子的旁边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这里有一棵樟树，门口的位置也有一棵樟树，而且还长得挺大的。所以说这栋房子可能综合很多方面的原因吧，变成了如今闲置在这里的一个状态。最后石头也想问大家，如果把这栋房子给你，你敢在这边住吗？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反正我是不敢。好了，我是石头，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要去山里面捡蘑菇了，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刚才有几个人都见面去了啊。
我们现在都只有2个小时啊。以前你们这里面有土匪吗？这里面啊，有前是有。以前有土匪哦。哦，以前都有土匪生活的。啊，有土匪。啊，都有土匪。他们就住在这山里面吗？土匪啊？山里面嘛。住在山里面哦。哦哦，这里面还有那个山洞是吧？住在山洞里面。哦，山洞里面。从这里过去还有多久？大概还有多久？我在上面一个大村庄，要3个村庄。哦，还要往上面走。啊，往上面。有村庄。有村庄之后，后面有山洞，土匪住的山洞。有山洞，他们要走路去带去。还要找熟人才能带得过去。这里现在路都比较那个了，没得。路有些路都走不动了。哦，有些路现在已经走不通了。不通了。好多都走不通。那现在生活好了，没有土匪了，现在很安全了。啊，很安全。很安全。好了，谢谢你们啊，身体健康啊，好，身体健康啊。都这啊。好。感觉特别的累，我的背包大概有20斤左右的重量，里面背的都是水和吃的，和一些摄影的设备。这样的山间小道其实并不好走。今天的天气还特别的好，没有下雨，山路没有那么的滑。这样曲折的小道，可见当年土匪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其实也是很艰难的。但是，这应该就是湘西土匪最原始的生活的环境了。给你们看，四周都是这样的大山，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里面没有路，全部都是悬崖绝壁。只有这样一条小道，盘山而行。朋友们，经过7个小时左右的路程，我们来到了这个位置，看到吧？这是一个特别开阔的地方，一路都是一个峡谷过来，到了这里就是一个很开阔的地方。据说这个位置是当年土匪进山的一个关卡，在这里面还可以看到一些遗留下来的一些小房子。转个镜头让你们看一看，在我们的前方这个小木屋，还有这里，看到吧？这个位置可能以前就是土匪的一个哨卡。但是现在整个小木屋已经快要坍塌了，看到吧？那边只剩着一个小房子的框架在那里，已经全部被废弃了。当然，现在也是没有土匪了。木屋的下方是这样一堵石头墙，用石头垒起来的。哇，这个房子挺危险的，快要倒了。我们远离它，往前面走。走上去看一看吧。哇，这是一个已经倒了的木屋，很多瓦片，可能有钉子，我们注意点，看到吧？还有一个背篓。也没人管理，全部倒塌了。生活的一个灶台。实际上，朋友们，土匪也可以分为2种，一种就是占山为王的，靠着枪炮之类的
干着打杀抢掠的，去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别人的粮食，那就是一种比较恶劣的性质的土匪了。但是像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它可以称作土匪，但是也可以称作一些比较偏僻、比较偏远的农民吧，我觉得可以这样子理解。因为在当年那样的环境之下，你无法让你自己生活在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所以当地的很多人，一个村、一个家族或者几十户人家就联合起来，把这样一个山头做一个哨卡拦截起来，抵制外面的人进入。当然，这样的一群土匪，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去做一些偷盗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因为生活所迫。好了，朋友们，我们继续沿着小道往前面走。据说这里当年也是土匪的一个哨卡，看着吧，那边都是人为砌起来的石头墙，上去看一看。现在已经看不到生活的痕迹了，就是一个平台。应该当时候这里有个小小的房子，这就是一个哨卡，从这里进入大山里面。现在道路无法行走，我们可能也只能到这个位置，不能再上去了。这一个山洞，平时下雨的时候，雨是淋不到这里面的，所以说这里可以居住，可以生活，作为一个哨卡是特别的好。朋友们，来到这个位置，我们稍作休息。刚刚遇见了一位老大爷和一个老大娘，他们告诉我，这一段实际上都是当年土匪生活的痕迹，但是真正的土匪头子是住在距离这里还有好几公里远的山上的山洞里面。现在目前那里已经没有路，无法通行了，上面都长满了像这样的小灌木刺，如果没人开道的话，走不到那样的山洞。很遗憾，今天看不到土匪居住的山洞了。当然，带着遗憾才会带着那一份期待。湘西之行还有更多神秘而美丽的地方，石头一一的为你们去把它拍下来。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